号称世纪政变的大阴谋在北京上演，军用车队深夜驶入京城，神秘的密码电报在军中往来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正面临执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让我们从头说起，一切要从2026年1月24日说起。当天，中国国防部突然发布一则爆炸性消息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、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被立案审查调查。两人头衔分量极重，张又侠是解放军军中仅次于习近平的二把手，主管军队日常；刘振立是总揽全军作战指挥的参谋长，相当于军中三把手。刘振立今年62岁，亦是战功出身，曾在1986年对粤边境作战中荣立一等功，后在解放军有万岁军之称的王牌第38集团军一路晋升，历任师长、军长，之后出任陆军司令员，2023年3月接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。简而言之，如果张又侠是一人之下掌握军权的军中2号人物，那么刘振立就是统筹全军日常作战指挥的军中3号。如此两大巨头同时落马，难怪让人联想到非同寻常的内乱。更引人侧目的是，当晚解放军机关报、解放军报随即发表社论，措辞之激烈在近年罕见，痛斥张刘二人严重辜负党中央、中央军委信任重托，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，甚至指他们危害党的执政根基。要知道，平日即便通报将领贪腐违纪，也极少使用如此严厉的词汇。什么样的违纪行径能动摇执政根基？这令人不寒而栗。消息一出，举国哗然，许多观察家意识到，高层内部可能爆发了一场惊险的斗争。张又侠是谁？他今年76岁，出身红色将门，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，典型的太子党军头，在军中资历和背景都极为显赫。张又侠18岁参军，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，表现勇猛出色，升任团参谋长。1984年，中越边境老山战役爆发，时任14军40师119团团长的张又侠率部参战。战后119团被昆明军区记集体一等功，张又侠也升任40师副师长、师长。此后他仕途一路高升。2000年起，张又侠先后担任解放军第13集团军军长、北京军区副司令员、沈阳军区司令员。2012年，张又侠出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。2015年，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首任部长。2017年中共19大后，张又侠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并在2022年的中共20大上破格连任。如此经历，让张又侠成为军中举足轻重的实权派人物，也被视为习近平的左膀右臂。事实上，张又侠一直被外界形容为习近平的铁杆盟友，不仅因为他资历深、懂打仗，还因为他和习近平有着不一般的家族渊源。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是中共开国上将，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为陕西老乡，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，共过患难。老一辈的交情加上新时代的政治盟谊，使张又侠与习近平过去多年关系密切。习近平上台后雷厉风行整顿军队，张又侠因作风强硬，对习忠心而深得信赖。在2017年，时年67岁的张又侠本已到军中高层惯例退休的年龄，但习近平破例让他留任军委副主席，以超龄服役之姿继续掌管军权。2022年20大上，已于古稀之年的张又侠再度留任，这种非常规的破格重用，凸显习近平对张又侠的器重。然而讽刺的是，现在官方却对张又侠口诛笔伐，暗指他背叛了信任，破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。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明白，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军权高度集中于习近平一人，凡触犯此制，即意味着对习的不忠甚至反叛。昔日深受倚重的头号亲信，怎会一夕之间成了叛徒？这让很多人百思不解，背后必有惊天内幕。原来最近几年里，习近平在军中持续推行高压、反腐和清洗行动，引发不少暗潮涌动。
从2021年火箭军高层神秘的接连消失，2023年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查办，再到更早前传出的武警政变传闻，解放军内部高级将领人心浮动，草木皆兵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虽然张又侠表面上对习近平马首是瞻，积极协助整肃其他将领，但他心底可能也逐渐产生危机感。一方面，习近平在清洗军中贪腐时挥刀直指装备系统，甚至批示要倒查总装备部19年来的问题。而2012年至2017年担任总装备部部长的正是张又侠。往前追溯19年，几乎覆盖了张又侠在装备领域掌权的整个时期。这等于是把张又侠过去将近20年的家底统统翻出来查个遍。张又侠岂能不心惊？有人形容习近平这一步步是在逼张又侠造反，先拔除他周围亲信，再清算他老本行的弊案，使张又侠看不到安全着陆的可能性。另一方面，作为有军功有资历的太子党，张又侠内心未必心悦诚服于习近平的绝对权威。习近平并无军旅履历，他上台后大力推动军改，积极备战，一些激进路线让老成持重的张又侠感到担忧。例如外界推测，张又侠对习近平急于在台海展示武力的方针持比较审慎的态度，曾暗示解放军目前尚未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。还有传闻说，张又侠在私下抱怨过，再这么整下去，军队迟早出大事。如果这些消息属实，那么张又侠显然已对习近平的治军之道充满不满与警惕，只是不敢公然表露。时间推进到2026年1月，中南海内部终于风暴乍起。多方迹象显示，在张又侠被官方宣布调查前，高层已有异样氛围。首先是高层露面的异常。1月19日前后，张又侠突然行踪成谜，许多重要公开活动不见他的身影。最明显的是1月20日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20大4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，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员悉数到场，唯独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张又侠没有露面。同样缺席的还有军委参谋长刘振立。相反，新晋军委副主席张生民等军方高层却现身会场第一排。这种反常情况引起了不少关注，坊间开始窃窃私语，张又侠是不是出事了？有人联想到2022年9月曾有一度传出习近平被软禁，北京军车进城的流言，难道如今又有大动作？随着张又侠突然消失，几天海外媒体上也开始冒出种种惊人的传闻，直到1月24日官方闪电官宣张又侠、刘振立被查，这些传闻似乎坐实了几分。在众多版本中，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，张又侠和刘振立联手发动了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未遂政变。据流亡加拿大的名运人士盛雪爆料，他与一位大陆体制内知情友人化名 X 先生的对话显示，张又侠、刘振立计划在北京动用军队先发制人，捉拿习近平，时机选在1月18日深夜，地点是习近平当晚下榻的京西宾馆。为何选在京西宾馆？原来习近平这几年为了安全居无定所，经常换地方过夜，有时在中南海，有时在京西宾馆等国家招待处。张又侠一方觉得习近平离开中南海防备森严的办公寓所，住进相对开放的京西宾馆是绝佳的动手机会。据称，张、刘已秘密联络了一批掌握兵权的将领，计划以救党救国的名义发难。他们拟意在18日夜里调动忠于张又侠的部队，包围京西宾馆，一举生擒习近平，然后逼迫党内元老支持成立临时军管会，以政变方式改变中共最高领导。然而，这场惊心动魄的行动尚未开始就出现了变故，事机泄露了。根据 X 先生的爆料，计划动手前约2个小时，中共高层中有人暗中向习近平通风报信。习近平得到密报后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立刻悄然离开京西宾馆，转移至安全地点，同时下令中央警卫局和忠于自己的部队火速部署反制。张又侠和刘振立并不知情，仍照原定计划行动。当晚，他们派出的先头武装人员快速赶赴京西宾馆周边，试图架设临时指挥部。不料刚抵达目标区，
就与习近平预先安排的警卫特勤人员短兵相接，猝不及防之下，双方竟在首都核心地带爆发了激烈枪战。午夜的京西宾馆枪声大作，子弹呼啸，在黑暗中划出火光。据传，这场交火双方都有死伤，习近平一方约有9人死伤，张又侠一方约有20多人倒下或被制服。鲜血洒在京西宾馆前沉沉的夜幕中，这或许是中南海数十年来最危急的时刻，只差那么一步，历史就将改写。尽管发生了枪战流血，习近平因提前转移而安然无恙，并且迅速稳住局势。据透露，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下令抓捕张又侠和刘振立，同时将他们各自的家属也控制起来，以防止有人狗急跳墙。同夜，北京城内的军警力量进入战时状态，有效阻断了张刘一派可能的增援行动。传闻这次事件把习近平本人也吓得不轻。据说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和姐姐习乔乔都在深圳，事发后听闻内情，吓得不敢回京。目前在深圳迎宾馆被重兵保护起来。关于京西枪战的细节，目前难以从官方得到任何证实。但在18日深夜到24日官宣之前，北京政界和军界私下早已盛传出大事了。许多人直到张又侠被宣布落马，才恍然大悟先前那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。有趣的是，也有另一版本的新剧本在坊间流传，情节跟上述传闻大相径庭。这套说法称，张又侠、刘振立的落网并非因政变失败后火拼，而是习近平早有戒心，设计了一场鸿门宴，将二人诱捕。据澳洲自媒体人士蒋某爆料，1月19日下午，习近平亲自打电话给刘振立，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召其进京开会，讨论军队高层人事。刘振立不疑有他，当即携带几名贴身警卫和一位机要秘书前往北京。中共中央书记处某会议室报道，按照惯例，刘的警卫被安排在休息室等待，秘书留在会议室外，不准入内。就在此时，埋伏的特勤人员突然行动，同步控制了刘的警卫和秘书，随即宣布对刘振立实施留置，相当于拘押调查。与此同时，习近平晚上亲自致电张又侠，语气热络地邀请这位多年战友携夫人一道到人民大会堂叙旧吃饭。习表示自己也将带上家人，一来老友叙情，二来顺便谈谈接下来的军中人事安排。张又侠毫无戒心，欣然赴约。岂料刚一走进会场，四周突然冲出特勤人员，张又侠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当场制服逮捕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没有任何枪声。据说这次对张又侠、刘振立的突然拿捕行动是习近平、蔡奇和国务院总理李强3人极少数圈内人提前拍板决定的，连其他政治局常委乃至中纪委书记李希事前都不知情。这意味着习近平此次对军中最高层的出手，绕过了一切常规程序，在极小范围内秘密进行，直到得手后才公之于众。蒋姓爆料人强调，他这个版本里根本没有什么枪战或火拼，整个抓捕过程非常简单，非常迅速，完全不像某些传言那般惊险血腥。多种传闻版本各异，真相究竟如何，外界暂无从确证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习近平与他昔日最倚重的上将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。这种惊心动魄的戏码仿佛只能在谍战电影中见到，却疑似真真切切的在当今中国最高权力中枢上演。1971年913事件，林彪折戟沉沙之后，中共内部已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如此高层级别的兵谏或政变事件。如今林彪的故事仿佛以新版在北京重演，所不同的是，这次没有结局成谜的坠机，而是直接上演了一场现代版宫廷政变未遂记。张又侠虽没能改天换地，其下场却也显然不会比当年的林彪好到哪儿去。经历此番惊险斗法后，习近平立刻展开一系列雷霆反制行动，以确保局势全面得到控制。首先，全军进入紧急戒备。据说由于怀疑军中指挥系统可能受到张又侠势力渗透，旧有的总参谋部指挥链暂时被停用，改为由中央军委透过密码电报直接指挥各战区部队。解放军各部队纷纷紧急集合，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
所有军事调动冻结，所有军官及士兵的手机等通讯装置被一律上缴，部队开始集中进行政治学习，加强洗脑，稳定军心。为防止军中再出现叛乱者，许多驻地还收缴了官兵的枪支弹药，由军械部门统一封存保管，以免有人狗急跳墙。可以想见，在短短几天内，解放军内部经历了一场类似战时的全面大排查与纪律整肃。北京地区更是如临大敌。据海外消息来源称，首都部分区域已经实施了军管戒严，驻京的各大军区大院严格限制人员出入，将领家属院被武装人员日夜把守，对中高层军官可能串联的风险高度防范。一些战区甚至曾对高级军官的所有通讯设备集中管控。民间也传出各种传闻，有人说北京地铁运行一度减半，有的说城区夜间出现许多武警和装甲车巡逻，更有网友贴出据称是1月中旬某日夜里，大批军车沿京哈高速疾驰进京的视频。画面上黑压压的军用车队呼啸而过，让人看得胆战心惊。虽然住在长安街附近的市民反映，白天并没有看到坦克开上街头，但整个北京城这几天的气氛都异常紧张压抑。与此同时，一场更大规模的清洗行动随之启动。由于张幼霞在军中势力深厚，人脉广泛，习近平担心还有其他同党死忠会铤而走险，因此对相关人员展开了全面清剿。据盛雪在海外社交平台爆料，他从国内朋友处获悉，现在中共军队高度紧张，习近平为防止内部失控，预防更大规模的哗变，在北京地区已经抓捕了5000多人。凡是与张幼霞、刘振立关系密切的军方人士，不论现役退役，统统被请去调查说明。甚至有消息称，解放军总参谋部、保卫部已然出事，排名靠前的30多名高级军官被集体带走审查。中央警卫局、联合参谋部作战局等关键部门的人士也进行了紧急调整，将涉嫌与张幼霞有瓜葛的人排除在重要岗位之外。对普通人而言，或许难以想象这番大清洗的震撼程度。短短几天内，解放军高层几乎经历了一次近乎团灭式的人事地震。一连串的打击下，军中许多人心惶惶，尤其是一批和张幼霞私交不错或受过他提携的将领无不自危。有传闻说，原总后勤部部长、开国上将廖锡龙的长子及胞弟，在张幼霞落网后，次日也被带走调查。85岁高龄的廖老将军得知噩耗，万分焦急，却四处求情无门，最终在极度恐惧与愤懑中猝然离世，几乎是被活活气死的。不难想象，这场风暴在老一辈军中元老心中掀起多大惊涛。有军事观察人士分析，习近平此举虽暂时稳住了军权，但军心也因此遭受重挫。张幼霞是解放军少数有实战经验、深得部下拥护的高级将领之一，他一倒台，他提拔的一大批中坚骨干几乎都性命难保。如此一来，解放军现有的权力结构被腰斩，内部信任瓦解殆尽。在一个极端依赖军权维稳的体制中，当安全感取代了信任，真正的风险或许才刚刚开始。普通百姓对高层这出惊险大戏虽然了解不多，但仍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在消息宣布前后的日子里，中国网络上刮起了一股诡异的舆论风潮，许多网友纷纷在音乐平台上点播梁静茹的一首老歌《可惜不是你》，借由歌名谐音含义来调侃这场传闻中的政变。可惜不是你，实际上暗指可惜被抓的不是你。短短时间内，这首情歌竟冲上了热搜排行榜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很快整首歌就在各大音乐平台被全面下架封禁。紧接着，梁静茹的官方微博账号也无预警关闭，引发外界揣测是不是她的歌踩了习近平的红线。可见网民们借歌曲含沙射影，借古讽今，让当局如临大敌，闻风丧胆。对许多中国人来说，马杜洛被美军突袭抓捕的消息已经像是一出荒诞寓言般令人解气。如今想象有人趁夜拔除了习近平，更是让不少人偷偷拍手称快。虽然这些心声只能通过委婉搞笑的方式表达，一经苗头毕露便遭到审查封杀，但也足以窥见部分民众对习近平的不满
和对内斗传言的关注。那么，张幼霞等人究竟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策划这场惊险万分的行动？前文已提到，他们可能是被习近平的连番清洗逼上绝路，认为与其束手待毙，不如破釜沉舟，倒戈一击。据传，张幼霞等人自认并非为个人野心篡权，而是打着救党救国旗号，试图清除习近平这个他们眼中执政不当的领袖，以挽狂澜于既倒。在他们看来，习近平的路线正在把中共和中国都带入险境，必须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。他们或许将自己视作历史关头的忠臣，像当年逼迫昏君退位的那些朝代故事一般。当然，这只是传闻中造反派的自我包装。还有观点指出，张幼霞也是久居高位，难免心生不甘，认为自己军功显赫，德高望重，却要为习近平马首是瞻，早已有所不忿。种种因素交织，最终让他铤而走险。然而，除了这些内因，还有一个国际事件被认为可能间接引爆了这场高层冲突，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美军活捉马杜洛传闻。1月初，一则消息在海外媒体盛传，美军于1月3日凌晨突袭委内瑞拉总统府，抓走了委国总统马杜洛及其妻子。虽然美国和委内瑞拉官方都未证实此事，但消息一出，已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轩然大波，许多中国网友奔走相告。有人戏谑说，川普出手抓马杜洛，下一步会不会轮到拜登抓某人呢？更有人将梁静茹的《可惜不是你》奉为背景 BGM， 把可惜被抓的不是你寄望在习近平身上。如此明目张胆的调侃，很快引来网信办的严厉封禁，相关讨论帖文被大量删除，搜索引擎甚至对中南海等关键词进行了短暂屏蔽。中国官媒方面则先是否认美军行动的真实性，后来又话锋一转，高调报道马杜洛政府内鬼如何为虎作伥。官方刊物《环球人物》1月中旬发表长篇文章，详细猜测委内瑞拉总统府里谁是美军线人，最终将矛头指向马杜洛身边最亲信的贴身警卫队长，一位与马杜洛一起长大的少将，被称为守夜人。这位最值得信任的老朋友竟成了暗中出卖他的内鬼，导致马杜洛行踪败露。中共官媒大张旗鼓讲述这个故事，看似满足读者好奇，实则别有用心。很多人注意到，张幼霞也常被称为习近平的发小和铁哥们，两人因父辈情谊宛如家人。然而，近年来一直有传言说，张幼霞与习在很多问题上不合，这位老太子党对习心怀不服。如今官媒炒作，马杜洛被最信任的人出卖，难免让人浮想联翩。分析人士认为，习近平恐怕正是从这起马杜洛事件中受到了刺激，他联想到自己身边的张幼霞，不正是有着和马杜洛守夜人相似的最佳被刺者条件吗？习近平一向有被暗杀、斩首的心理阴影，这回心魔更盛，因此中纪委全会在1月中提到，清除心怀二志者，所指很可能就是张幼霞这类对他表面效忠、私下观望的人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1月15日透过社交媒体再次发布用中文录制的短片，公开招募中共官员为其提供情报，教导他们如何通过网络与 CIA 安全联系。这则招募视频的时机与口吻都耐人寻味，表面上是广撒网，但不排除是冲着张幼霞或其他内斗激烈的高官去的。在习近平看来，防范军中内鬼与美国里应外合来斩首自己，已成当务之急。正是在这种心理下，习近平对张幼霞不再有丝毫手软，终于祭出了凌厉非常的手段。然而，尽管习近平赢得了这场暗战的胜利，他仍感到不安心。为了彻底摧毁张幼霞的影响力，习近平不仅在国内大肆抓人，还通过舆论战来污名化张幼霞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在官方公布之前就收到消息，报道张幼霞涉嫌向美国出卖核武机密。这个指控极其惊人，等于直接给张幼霞扣上卖国求荣的大帽子。如果属实，张幼霞将成为建国以来军方最高级别的叛徒。然而不少媒体人指出，外国记者不可能这么快挖到如此机密的内情，更大的可能是中方有人故意放料给外媒，让其报道再转回国内，营造一种连外国媒体都知道张幼霞卖国的舆论效果。
曾在北京采访多年的记者石坂明夫就直言，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，不是张幼霞为什么要卖国，而是为什么必须说他卖国。因为在中共政治斗争中，给对手安上叛国的罪名，才是最简洁有效、杀伤力最大的手段。当年彭德怀被整肃时，被扣上里通苏联的帽子，赵紫阳下台后，也被丑化为通美的奸细。只有卖国这样的莫须有罪名，才能瞬间压倒一切替张幼霞喊冤的声音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，为对他严厉处置提供绝对正当的理由。有人指出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拿到的内部通报内容，其实就是北京当局有意透过出口转内销来为张幼霞定性，把他塑造成一个贪腐成性、结党营私、卖国投敌的大奸臣形象。如此一来，不但能极大地损毁他在军中的威望，让原本还同情敬重他的人立刻避而远之，还能向全体官兵发出一个明确信号：谁若胆敢对最高领袖不忠，下场不仅是身败名裂，还要遗臭万年。经过这一连串操作，习近平暂时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。然而，张幼霞的倒台真的就意味着习近平的高枕无忧吗？恐怕未必。正如有评论人士辛辣地说，习近平就算有100次成功，但只要有1次失败，他就会被结束。这次习近平或许成功化解了一场危机，但也在军中种下了更多的不安与仇恨。张幼霞虽倒，可他可能成为许多被压抑者心中的一面镜子。原来就算位极人臣如张副主席，稍有二心都会被斩尽杀绝。那其他将领该怎么办？大家今后只能更加小心翼翼，不让习产生哪怕一丝猜忌。但人的心理往往是这样，越是草木皆兵，整天提心吊胆，越容易出现异常举动，引来最高统治者的更多猜忌。一位在野评论人士形容，如今的中南海权斗已进入伴君如伴虎的疯狂状态，整个官场上上下下人人自危。习近平固然登临绝对权力顶峰，但也到了最孤家寡人的时候，他周围能信任的人越来越少，不得不频繁更换贴身保镖、警卫。据传，就连他母亲和姐姐现在都被保护性监控，实际与软禁无异。这种如临深渊、四面楚歌的处境，正是历史上许多集权者晚年的真实写照。对整个中共政权而言，这次政变未遂风波无疑是一记强烈的警钟，它标志着高层内斗已经白热化到了顶点，连位高权重的军委副主席都铤而走险，操刀造反。可见权力斗争之残酷，你死我活程度前所未有。往后走，局势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习近平以更强硬的手段收紧控制，将所有潜在不忠者一律铲除，把军队完全打造成听命于自己个人的工具。若果真如此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共内部恐怕不会再出现反对声音，习近平可以高枕无忧。但问题在于，经过这一轮大清洗，解放军的元气势必严重受损。张幼霞这样真正上过战场、见过血的老将被清除，他过去提拔的一大批优秀将领也将遭殃，经验和威望无法一蹴而就替补。军队高层几乎换血重组，需要很长时间磨合重建信任。有军事专家甚至估计，习近平这次相当于自毁长城，要重建稳定可靠的指挥链恐怕需要5年时间。在这期间，解放军恐怕难以发动对台湾那样大型复杂的军事行动。所谓攻台计划瘫痪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内部人心涣散，谁还敢轻启战端？另一种可能则是，习近平虽然暂时震慑了众人，但整肃过度反而激起更多反弹。不少军中高层可能寒心效忠无用，立功无用，反倒因劳苦功高而遭猜忌清洗，那何不铤而走险？未来类似张幼霞这样的逼宫未遂事件可能还会上演，甚至不排除某次习近平稍有疏忽，一个新的政变计划就可能得逞。毕竟从历史看，真正终结一个独裁者的往往不是外敌，而恰恰是其内部最亲近的人。当然，我们无法完全证实这些传闻细节，官方至今也绝口不提任何政变2字，一切都包装在反腐和保密的话语中。然而，通过张幼霞事件的蛛丝马迹，我们已窥见今日中南海权力角逐的血腥和险恶。习近平暂时赢了这一局，但他的危机远未结束。
谁又能保证不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张幼霞呢？52年前，毛泽东遭遇了林彪这只猛虎，52年后，习近平身边或许还潜伏着别的猛兽，静似良机。俗话说得好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习近平如今风光无两，却也处于极度危险的高处。这场震惊天下的世纪政变虽未成真，但它如同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中共统治机器内部的深层裂痕。当年的红色皇朝也曾在内斗中土崩瓦解，现如今，这颗定时炸弹是否会引爆中共的剧烈变局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未来走向如何，习近平和他的统治都已被投下了长长的阴影。他亲手种下的猜忌与恐惧的种子，或许终将结出令他自食的苦果。这一切变数正悄然酝酿在中南海厚重的红墙之内，结局将会如何？时间自会给出答案。